第221集，铜锣许七安是何人呐？哦，是他呀。许七安恍然大悟，想起了那个白嫖自己诗词的大儒。杨公是谁不认识，但是说起子阳居士，那就如雷贯耳了。这货趁着自己忘记那首送别诗的名字，在二郎吟诵诗词后强行安排了诗名，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许七安后来用诗词吊着书院三位大儒，然后心安理得的白嫖他们，就是受到了子阳居士的启发，并且一点点的愧疚心理都没有。人在江湖飘，不是你白嫖就是我白嫖啊。在码头附近雇了一辆马车，张巡抚坐进去之后，掀开车窗帘子，继续说道：子阳居士是元景14年的状元，次年致仕，在书院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许七安心里一动，次年致仕，状元能进翰林院，而翰林院的庶吉士又被称为储相，也就是说状元是能角逐首辅之位的。次年致仕，血亏呀，是受到了朝堂党争的倾轧。别看如今各党派争斗激烈，但面对白鹿书院读书人时，矛头一致对外。张巡抚叹息了一声，子阳居士中状元后，便被丢到了犄角旮旯，无人理会。他因此消沉了1年，日日流连教坊司。次年便辞官而去，回白鹿书院教学。这个我听说过，白嫖了近1年呢。许七安由衷的羡慕。对于子阳居士遭受朝堂各党派倾轧这件事儿，张巡抚除了叹息没有多余的解释，因为有一个白鹿书院的小老弟许七安心里门清。200年前的曾国本事件让皇室对白鹿书院的读书人又忌惮又厌恶，于是诚姓亚圣崛起，创立国子监，取代白鹿书院为朝廷输送人才。可以说双方之间既有利益冲突，又有道统之争。若非元景帝是个平衡狂魔，子阳居士恐怕至今还在书院里教书育人呢。子阳居士才华与手腕可谓当世一流，他初到青州，以雷霆之势清扫了布政使司衙门，而后1月之内，共罢黜入狱贪官污吏178位，让整个青州官场震动。张巡抚语气里透着钦佩。这么鲁莽的吗？虽说新官上任3把火，但一个京城外放的大员，即使想肃清青州官场，也应该徐徐图纸。子阳居士接受朝廷委任，成为青州布政使才多久啊？许七安心里疑惑，皱眉说道：朝堂各党容他这般大动作？张巡抚笑着：清查期间，朝堂各党争斗激烈，无法再合作，又有魏公的牵制。他给了许七安一个自己意会的眼神，接着说：况且子阳居士莽中有戏呀，该拿到的罪证都拿到了，该说的话也让一干犯官吐出来了。白鹿书院的读书人最擅长讲理，不是吗？大人口中的这个理，是物理的理吧？许七安心领神会，与张巡抚相视一笑。抵达青州官办驿站后，张巡抚特意带上许七安前往布政使司衙门拜访子阳居士。许七安此时已经意会张巡抚主动攀谈的原因，这位老辣干练的巡抚害怕子阳居士不买账，因此拉上他一起。毕竟这个巡抚巡的是云州而非青州，
有了许七安跟着，紫阳居士绝对会给面子，有求必应。进了布政使司，李渊引着一干人进了内厅，看察入座。布政使大人去各大衙门视察戒碑之事。接待他们的是布政使司里的左参政从四品官员。张巡抚沉吟：是前院立着的那块石碑。左参政笑着点头：布政使大人欲立戒碑，告知青州百官，为官当廉政，当造福一方。张巡抚呢点点头，这是清扫官场风气之后的余波。布政使此举用心良苦，只是戒碑上为何空无一字？左参政无奈：布政使大人还没有想好刻什么，近日苦恼于此事，并要求我们集思广益，提供灵感，连带着我们都劳神受累的。紫阳居士很秀嘛，懂得搞征文活动。大封版图划分为16州，许七安把州理解为省，但不是每个州都是省，也有很多小州，比如青州下辖有10几个州，此外还有府、县等。此时的布政使杨公领着青州一众官员进入了青州府衙，府衙的知府大人谦恭地陪在一侧。一身飞袍的杨公站在石碑前，满意的点点头：众位大人，对于碑文可有提议？短短数月，他身上那股教书育人的儒雅之气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政一方的官威。下官觉得可以将布政使大人肃清贪官、匡扶正风的事迹刻在碑上，警戒后来者。青州知府作揖道。杨公有些异动，如此一来，碑文必定会被载入青州地方志，供后人传唱。但很快他就否决了这个提议。碑文不宜过多，否则便是繁杂抗常，不够醒目。那就刻诗词吧。一位官员下意识地说。然后呢，他就发现在场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目光平静。这位官员干笑了几声，不说话了。对于饱读诗书的读书人而言，写诗倒是不难，谁年轻时没有几首作品呢？能不能登大雅之堂就是另一回事儿。像这种铭刻碑文之上的诗词，不但要写得好，还得有警示作用，岂是说写就写的？商谈之中，布政使司的一位吏员骑马来到府衙，小跑着进来，站在不远处抱拳：布政使大人，京城来了一位巡抚，已经到布政使司衙门了。巡抚？今年的巡抚来得这么快吗？庚子年是京察之年，按照惯例，应该是等京城那边的京察出了结果，京中再派巡抚下来。这里面涉及到官场的潜规则，京城那边结束了京察，也意味着各党派争斗有了结果，谁赢谁输已成定局。之后呢，才会派下巡抚将败者阵营的官员拔除。提前几日便收到传书的杨公解释：非是为青州而来，是去云州的，途中路过我们青州罢了。哦，云州啊。众官员一脸意会的表情。杨公看向吏员：转告巡抚，本官有要务在身，便不见了。有什么需求，叫他去找左右参政。杨公是白鹿书院的大儒，与朝堂诸公尿不到一个壶里，更别说什么交情了。自己还为碑文的事儿苦恼呢，懒得搭理不熟悉的巡抚。是。李元先应了一声，随后补充道：巡抚大人还托小人带句话给您。杨公和众官员望来。铜锣许七安随行。啊，铜锣许七安，是谁呀？
众官员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杨公反应过来了，因为他始终有关注京城动向，始终与白鹿书院的大儒们保持书信往来。启教，速回布政使司。杨公的态度180度转变，语气里透着急迫和欣喜。快启教！说罢，撇下众官，径直往府衙外行去。青州众官面面相觑，茫然地望着杨公的背影。这铜锣许七安是何人？名字听着颇为耳熟啊。青州知府皱着眉，不如一起去布政使司看看，接待一下京城来的巡抚。有理，走。官员们结伴出了府衙，一架轿子出动，前往布政使司。第222集，这位小大人是……许七安在布政使司没等多久，便等来了一位穿飞袍的大人。此人面容古拙，蓄着中老年人流行的山羊胡，眸子灿灿有神，神态不怒自威，是个极有气势的大人。胸口绣着锦鸡，是2品大员，布政使似乎是从2品。许七安只认衣冠不认人，猜测出这位气势十足的飞袍应该就是青州布政使白鹿书院大儒白嫖了他送别诗的子阳居士。与张巡抚作揖示意后，子阳居士将目光转向玄色钗服、胸口绑法器铜锣的许七安，无声地审视。这个时候他反而不激动了，温和中透着威严。只有他一位铜锣，想来便是许辞旧的堂兄了。单看外表，兄弟俩毫无相似之处，与辞旧相比，差距有些大。你便是许宁燕？许七安连忙抱拳，正是卑职。在我面前不必拘谨，可以以学生自居。杨公脸上笑容扩大，果然是一表人才，不输辞旧啊。哼，子阳居士眼光真好啊。许七安欣喜，大人谬赞。一番客套之后，杨公问起了京城的近况。尽管他通过书院传书了解到不少内幕，带着许宁燕拜访果然是正确的决定啊，否则布政使大人就不是这般态度。张巡抚叹息道：京城局势混乱，党争依旧激烈。当下从桑坡案一直说到工部尚书的云州案，子阳居士听得冷笑不断，却没有过多的评价朝堂局势，主要是张巡抚不是自己人，如果仅是许七安在此，他就有话直说了。黄昏后，子阳居士在雅致的小院里宴请张巡抚，江律中也受邀参加，此外还有青州知府等一众高官。小院内灯火通明，帷幔低垂，官员们列案而坐，把酒言欢。从教坊司请来的乐队舞姬在寒冷的庭院里翩翩起舞，为大人们助兴。其实最初的教坊司就是纯粹的文娱部，专在官场酒席上歌舞助兴，后来呢才渐渐地演变成官办妓院。小姐姐们从卖艺到卖身，被迫营业。宴席的中心人物是布政使杨公以及巡抚张行英。至于江律中，虽说金锣本领高强，但打更人和文官天生敌对，没什么人爱搭理他。许清安本来觉得自己也是如此，乐得悠闲，不用理会官场上的应酬。谁知道一位穿飞袍绣云燕的官员朝着许清安举杯示意，试探道：这位小大人可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诗人呢？青州知府问话的时候，其余官员停止了交谈和饮酒，面带微笑地关注着这边。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又大又小的那是金箍棒。
许七安心里吐槽这位四品官员对自己的称呼，表面上回以微笑。卑职可当不起大人这般称呼，那诗确实是卑职写的。哦，果然是他。众官员露出恍然之色。刚听到许七安这个名字时，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但也觉得这个名字耳熟。这么长时间过去，反复思量后，对这位奇怪铜锣的身份有了些许猜测。随着许七安几首传世名作的流传，尽管官场和儒林没有刻意宣传他的名声，但在座的都是一州高官，有相应的渠道做打听。难怪了，布政使大人听到这个名字后，立刻火急火燎地赶过来。绵阳亭送子阳居士之青州，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这位大儒刚一出世，就有这首名作打头阵，可谓占尽人和之力。而这一切呢，都归功于眼前这个叫许七安的铜锣。久仰大名，果然是相貌堂堂，人中龙凤啊！青州知府哈哈大笑起来，以光明磊落的姿态说着吹捧的话，抬人的水平炉火纯青。过奖过奖，不但是人中龙凤，还是丁中龙凤。许七安不得不承认，如果换一个位置，自身成为焦点，那么令人厌恶的官场应酬一下子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并想着如果能一直延续下去该多好啊。青州知府喝完酒，余光瞥向主位的布政使杨公，这位手腕能力俱是一流的大儒，此时收敛了令人压抑的官威，神态轻松。这一刻，青州知府忽然想起了令人头疼的戒碑。其实写诗词是最优选择，简单醒目又发人深省。只是诗才难得，所以不做考虑。可现在不同了，许七安来了，来的正是时候。许七安此人颇有诗才，布政使大人恰好为碑文烦恼，连着我们都头疼，是不是可以让这位大才子替我们伤脑筋呢？布政使大人未必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身为一州之尊，碍于颜面，不好说出口。青州知府脑筋活泛，想到这里，知府大人笑着抬了一句：许大人在京城还有什么佳作？他本是随口一问，如果对方推脱说没有，他就借此将许七安推到风口浪尖，联合众官员起哄，怂恿他现场作诗，然后自然而然地给出题目。类似的手段在酒桌上司空见惯，只不过平时用来劝酒，现在用来作诗，目的不同而已。哼，又想白嫖我的诗啊！许七安想推脱说没有，谁知张巡抚抢先一步接过话题，笑了：还真有。在场的官员饶有兴致地看过去，包括子阳居士。读书人哪有不好诗词的？张巡抚轻易就夺回了焦点，喝了一口小酒。不过只有半首，刚在京中流传不久，想必诸位还没有听说。哦，只有半首。巡抚大人快说，下官洗耳恭听。众官不因半首而轻视，反而愈发好奇。这半首必然是极品佳作，否则仅靠半首如何在京城流传？不好的话，也不值得巡抚大人当众拿出来说呀。半首，杨公不禁看了眼许七安，重新看回张巡抚。张巡抚放下杯子，清了清嗓子，做足了派头，才环顾着众人，朗声道：最后不知天在水，漫船清梦压星河。此时恰好义务结束，乐曲缓缓消散，酒席上陷入了死寂。众官员品味着这半首诗，只觉得一股超然世外的潇洒迎面而来，不计较功名利禄，不计较利益得失。
一场大醉后，躺在乌篷船里，望着头顶的星河，7尺身躯压着另一条星河，洒脱之气油然而生。有人摇头晃脑，如痴如醉，有人不禁看向了院子里的小池，那里生长着一簇簇火红的莲花，可惜池子太小。紫阳居士击掌道：此时立之高远，当为本朝近200年诗词之巅峰，妙哉妙哉！他一连喝了3杯酒，以酒伴诗，快慰至极。喝完，他双眼明亮地凝视着许七安。此诗可有名？我操，你瞟我一次还不够，老子没有尊严的吗？许七安差点想喷他一脸盐汽水，沉声道：已有。紫阳居士有些失望，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说话，喃喃自语，如痴如醉。见差不多了，青州知府端起酒杯，奉承道：巧了，布政使大人正欲在各衙门前院立界碑，碑文未定，不知许大人可否赋诗一首？此言一出，几乎是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许七安。紫阳居士没附和也没阻止，笑而不语地看着小铜锣。第223集，一诗经4作。一杯酒就想要我的诗，我不是那样的人。许七安叹息了一声，卑职随巡抚大人前往云州查案，前途未卜，忧心忡忡，哪有精力与心情写诗？抱歉了，几位大人。青州的官员们顿时失望不已，青州知府一急忙说道：许大人诗才惊艳，莫要谦虚。许七安无奈摇头，端杯饮酒。紫阳居士略一沉思，取下大拇指戴的玉扳指，沉声说道：云州匪患严重，此行的确危险。宁燕，这枚玉扳指你收好，本官佩戴多年，已浩然正气温养，可辟邪。许七安目光顿时落在扳指上，隐约看见清气一闪即逝，想起了楚采薇曾经说过的一席话：世间有3种法器，一种是司天剑镇尸炼制，一种是机缘巧合之下自然孕育，最后一种是沾染了高品强者的气息，日积月累，具备一定的神意。这玉扳指就是第3种。哎呦，大佬，今晚别把我当人！许七安连忙接过，慎重地收入怀中，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灵思泉涌，偶得了一首诗。不是说没心情写诗吗？众官员茫然地看着他，几秒后渐渐有了明悟，于是呢，眼神古怪了许多，但是默契的心照不宣。紫阳居士笑容未变，哈哈，本官洗耳恭听。许七安点点头，心里早有了选择，他准备用当初测资治时在问心观里使用的那4句诗，因为没有比这首诗更适合用在此处。没记错的话，这首诗也叫戒时明，恰是用来警示百官的。他喝了口酒，脑海里浮现那首诗，心情仿佛回到了问心观时的豪情壮志，忍不住站起身，先看向紫阳居士杨公，耳时耳录，再看向张巡抚，民脂民膏。接着他缓缓地扫过在场的官员们，声音一下子严厉起来：下民易虐。最后是抬头望天，整个人仿佛激动起来，大声说道：上天难欺。不知不觉间，他的声音里融入了佛门狮子吼，响在众官员耳畔，犹如暮鼓晨钟，震耳发聩。哐当一声，酒杯摔碎的声音不断地响起，不少官员或心虚或羞愧的脸色
面对一位没有品级的铜锣，竟仿佛面对严厉的上级，大气都不敢喘。少数问心无愧的，则挺直了腰杆，心神激荡。好事，好事！子阳居士拍桌而起，这位大儒的情绪有些失控，给人的感觉不像是老辣干练的一方大员，而是初入官场的年轻学子，充满着朝气和正气。当年我若能在朝堂上喝骂出此事，一吐心中郁垒，何至于小臣一载？许宁燕呀，许宁燕，你是真正的读书种子。院子里，忍受着寒风的舞姬们眨巴着眸子，好奇地打量着酒席上唯一的年轻人。这份心气，怪不得能做出刀斩银罗的举动。这首诗不知道吓到了多少人。张巡抚喟叹一声，见场面有些僵凝，他出言转移话题。布政使大人所言极是。宁燕，可惜了你当初没有读书。许谦打着酒嗝无奈道：二叔觉得我更适合习武，便没让我继续读书。众官员一听，心里颇为愤懑，心说：哎，你二叔那厮不当人子，白白浪费了一个读书种子。许宁燕若是读书人，大凤文坛不寂寞啊。酒席在深夜里散去，有些小醉的许七安来到水池边，采摘那些红艳艳的莲花。这种莲花品种极其古怪，只有6瓣，每一瓣都饱满晶莹，是他从未见过的品种。此莲叫红莲，也叫寒莲，是青州独有的莲花。子阳居士走了过来，背负着手站在一侧。10月才开花，一直到来年开春凋零，结出的莲子性温，可入药。冬天开花的莲花，我上辈子没见过呀。许七安笑着说：隆冬时开花结果，性温，恰好与季节相反，这些红莲不能移植中原吗？活不了。子阳居士似有所指。云州匪患亦是云州独有，换了任何一州都无法长存，此症结在何处，你可知？这不是历史遗留问题吗？许七安心里一动，正身作揖：请先生指教。他没喊大人，而是先生，以学生的身份自居。夜色中，寒风吹拂，满地的红莲摇摇晃晃，宛如涌动着的火海，煞是美丽。许七安无声地深吸一口气，嗅到了芬芳的幽香。云州多山，但不像南疆那般林莽苍苍，瘴气弥漫。山中盛产草药，物产丰富。子阳居士望着满地的红莲。云州同样拥有肥沃的良田，水量充沛，每年所产的米粮虽不及豫州、漳州这2个被誉为大凤粮仓的地域，然而云州每年的米粮养过2州之人，绰绰有余。听起来云州应该是丘陵地形。许七安恍然地点头。5大陆地基本地形中，丘陵是最肥沃，物产最丰富的。上辈子所谓的鱼米之乡，便是在江南丘陵。豫州、漳州这2个大凤粮仓属于平原，而南疆是山脉地形，遍地都是高山，良田很少。子阳居士沉声说道：云州还有一个地理优势，它紧靠着南海，不用担心腹背受敌的情况。退一步来说，
实在不行也可以出航。无神教和大方在边境摩擦日渐严重，他们如果想要制造内乱，让大方自顾不暇，选择云州是个明智之举。被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趟云州之行是团灭之旅啊？呸！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哈哈，不用担心。仿佛看穿了许七安的担忧，子阳居士笑道：大方虽然问题很严重，但大抵还算平静，朝廷的威严还在。即便巫神教在云州谋划着什么，也只敢躲在暗处，不会明着来。这段时间闲来无事，熬了几只鹰，回头送你一只。若是云州出了什么突发情况，可以用鹰来传书，比走异路要快。可再快，一来一回也得好些天吧。果然，没有手机的世界就是没有安全感。如果人手一块地书碎片就好了。许七安感激道：谢老师厚爱。去了云州，我该做些什么呢？哈哈，好好查案便是，保护好张行英。至于官场上的交际，你不必管。既然委员委任张行英为巡抚，此人自然不会是泛泛之辈。许七安点点头。正事说完，子阳居士沉吟片刻。我与景琰常有书信往来，信中时时提到你。你也算半个白鹿书院的学子。我听说书院数月前清气冲销。啊？景琰是谁啊？是二郎的老师大儒张慎。因为不习惯称呼字，许七安用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景琰是哪一位。子阳居士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白鹿书院没有告诉他真相，还是说他知道是我干的？说这番话是为了给我暗示，但是没有暗示的必要啊。是书信往来无法保密，所以白鹿书院的大儒们只是在信中提及，却未告知真相。此事似乎被书院列为最高机密，亚圣学宫至今还被封禁，任何人不得进入。说到此处，许七安不由想起了那位指鹿为马的亚圣，真是一位伟大的男人，因为他永远站在妻子身后。子阳居士微微颔首，没有再问。许七安反而有些想请教这位大儒，他想了想，打算先问第一个问题。老师，前段时间因为桑坡案，我挑灯夜读，翻阅史书，发现当初咱们一脉的首辅灭佛前喊出过佛门不灭，天下皆佛的口号。随后那位首辅晋升立命境，学生想，佛门即便有种种弊端，它总归是名门正统，佛门不灭，天下皆佛，是否过于偏激？许七安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佛门和前世佛门有什么差别。这个世界没有佛祖，只有一位佛陀，但不管如何，佛门都不至于是邪教吧？此事关乎隐秘，我亦不知。你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关乎隐秘呢？许七安这口槽强行地忍了下来。子阳居士呵了一声，哈，院长知晓。许七安的第二个问题是，南疆集渊里为什么会有儒家圣人的食宿？但他又打消了询问的念头。身在京城的许七安不应该知道集渊底下有儒家圣人的雕像，即使我有一个朋友，这样的托词也不行。这事儿连打更人衙门都不可能知道。第224集，为天下百姓。回到驿站，许七安洗了个冷水澡，而后回房间盘坐吐纳，观想法相图。青州毗邻着云州，从此地出发，快马加鞭的话，3-5天就能到云州。即使考虑到张巡抚身子骨弱，1个星期左右也能到青州边界。
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冲击一下炼神境，不就是10天不睡觉吗？老子当年还是普通人的时候，就在网吧打成爆肝72小时的成就。第二天，布政使杨公召集10将，在青州各个衙门前院的界碑上刻下了警示百官的4句诗，上至青州知府，下至普通吏员，每日进出衙门就能看见这4句诗。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耳实耳录，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好诗啊！老子没读过书，只能说一句娘嘞，写的真好。是咱们布政使大人写的吧？大人真是大清官。不是布政使大人，是一个叫许七安的人。边上还有个小字儿，施阳公。哦，是咱们布政使大人的学生。这首诗是许七安做的，那便是他所作。但子阳居士有骚操作啊，他让人在许七安的大名左侧刻下了3个小字施阳公。白鹿书院的3位大儒若是在场，会一边吐血一边咆哮，无耻老贼，这也能蹭。不少为官清廉的官员因这首诗而拍案叫绝，默默记下了许七安这号人物。许七安的大名在青州官场迅速传播，随后很多学子官吏突然发现，原来这位在碑文题诗的人物便是写出那几首号称大凤文坛200年前诗词之光的大才子。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并非读书人，而是一位大耕人。不管是青州官员还是学子，对许七安心服口服，仰慕他的诗才，更仰慕他诗中表露出的义气。而教坊司的姑娘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与兴奋填满了他们的胸腔，一个个恨不得烧香拜佛，祈祷许大才子能临幸他们，并留下1、2首诗句，叫他们倒贴，他们都愿意。青州城外，子阳居士携青州一众高官亲自送巡抚队伍出城。经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老师保重。许七安以弟子身份行礼，子阳居士微微颔首，有些唏嘘。刚认了一个学生，揣怀里还没捂热呢，就要走了。此番去云州，好好办案，要时刻牢记报效朝廷，为天下百姓。为天下百姓。许七安在心底默默地重复了一遍。数日后，青州边界驿站，凌晨2点，结束吐纳和观想后，已经7天没有睡觉的许七安提着蜡烛走出了房间。夜深了，驿站内部静悄悄的，他顺着走廊来到尽头，再沿着楼梯下楼。大厅的柜台边，一盏油灯静默地燃烧，狱卒趴在桌上酣睡，嘴角流出晶莹液体。官办驿站是24小时营业的，有些官员会因为紧急公务连夜赶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投诉驿站了。咚咚的，许七安轻扣了2下柜台，发出沉闷的声音。大人有何吩咐？狱卒惊醒，边抹着嘴角边起身。给我几张信封和信纸，本官要写信。许七安提出要求。狱卒当即从柜子里抽出1张信纸和信封。许七安摇头，不够。您要多少？7个信封，信纸越多越好。狱卒第一次见有人一口气写7封信的，无声地嘟囔着什么，顺从地递了7张信纸和信封。接过信封和信纸，许七安转身上楼，回到房间。他把信纸摆在书桌上，从玉石小镜中取出红莲花瓣，将5片花瓣压在5张信封上，然后铺开纸张，压上镇纸，研磨写信。第1封信：怀庆公主，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抵达青州边界，即将进入云州。离京时
本想与殿下商议，听一听殿下的高见，却不想卑职不知何处得罪了殿下，令殿下如此狠心闭门不见。途经禹州，卑职勘破了一起贪污案，从此案中可见，巫神教对朝廷侵蚀已久，暗中培养了许多碟子。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得不防。望殿下能规劝陛下，励精图治，重振朝纲。对了，青州有一种花名红莲，隆冬季节盛开。红莲之风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廉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这让卑职想起了殿下。抱歉，卑职知道此言是对殿下的大不敬，然殿下之风华绝代，乃卑职平生仅见。您与红莲一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廉而不妖。卑职采摘了一瓣莲花，与信一同寄给殿下，聊表心意。第二封信。灵安公主，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殿下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像在耳畔，半月不见，甚是想念。云州之行并不寂寞，途中发生了许多有趣且光怪陆离之事。原来运河里是有水鬼的，途中一位虎贲卫夜里登上甲板，忽闻故去母亲呼唤，于是鬼使神差地跃入了水中。水鬼死死拽住他的脚踝，欲将他拖入河底，幸好卑职及时察觉，奋不顾身跃入河中，与水鬼激斗300回合，打得浊浪滔滔，方才救下可怜的虎贲卫。青州至云州途中，路过一座村庄，村庄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某户的媳妇死后尸变，整日整夜绕着房间游走，长出了森森白牙，青黑指甲，见人就咬。幸而卑职路过，一眼便瞧出女子尸变必事出有因。严查之后，方得出真相。原来那家丈夫与村头寡妇偷情，欲休妻另娶，妻不愿，便残忍杀害。妻子含怨而死，阴魂不散，这才发生尸变。对了，青州有一种花名红莲，妖艳如火，总能让卑职想起殿下身穿红裙的绝代风姿。她就和公主一样表里表气，不对，划掉。她是那样的明媚如风，轻盈似箭。然一阵风吹来时，她羞怯地低头，我心里油然而生一句话：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卑职唐突了，无意冒犯公主，只是公主之美，乃卑职平生仅见。第3封信。采薇姑娘，一日不见如隔3秋，掐指算来，我们也有半月未见了。基经炼制的如何了？可有顺利晋升炼金术师？禹州有一种美食叫黄芽菜煨火腿，火腿是南方独有的美食，北方难觅呀。做法也很简单，用好火腿，削下外皮，去油存肉，先用鸡汤将皮煨酥，再将肉煨酥，放黄芽菜心连根切断约2寸许长，加蜜酒酿积水，连煨半日，上口甘甜，肉菜俱化，而菜根及菜心丝毫不散，汤意美极。青州有数种美食，且容我一一道来。对了，青州有一种花名叫红莲，此花明媚活泼，迎风绽放，随风摇摆时，仿佛是一张张明媚的笑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采薇姑娘。你就是这样一个没心没肺，划掉，你就是这样一个带给人快乐的女孩，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拥有一双澄澈明亮的大眼睛，简直忘俗啊。第225集，许七安的7封信。第4封信。福香姑娘，半月未见，我很想你，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整段划掉。半月未见，我很想你。此时我已抵达青州边界，明日便到云州。这一路来，
同僚也曾邀请我去教坊司，但我拒绝了，因为没有你的教坊司是那般的无趣。我不由得想起你我二人缠绵悱恻的过往，那是我们美好的时光。云州之行比我想象中的更加耗时耗力，我们相见之期甚是遥远。我知你想我想的发狂，相思难耐之时，记得修一修指甲。对了，青州有一种花，名红莲，此花灼灼似火，如你一般热情如火，让人流连忘返。许七安写完了给备胎们的信，吹干墨迹，看着涂涂改改的信纸，无奈叹息。手写就是这样的，写着写着就会写错字儿，或者写出一些不该写的东西。他年少写作文的时候就已经犯这样的错误。无所谓啦，这些都是与他知根知底的女子不会因为他的字迹难看而嫌弃。内容方面还是很满意的，针对备胎们不同的性格写不同的内容，比如怀庆喜欢时政，他就写案子；林安喜欢听故事，他就写沿途的怪闻奇事；楚采薇是个吃货，就跟他聊美食；至于福香写信更像是在调情足矣。接下来是写给家人的信，许清安留到最后，反复的斟酌后蘸墨提笔。第5封信，林月妹妹，为兄在外头甚好，就是有点想你。从小到大，为兄都未离开过你超3天，当然也没离开过二叔和婶婶，可还适应内城的生活。内城物价昂贵，不比外城，但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多出门走走，去绸缎铺子和首饰铺逛一逛。我离开时给婶婶留了300两银子，够家里花销一段时间。大哥不在家，二郎又在书院，有些事情要记得自己拿主意，不要什么事儿都听你那个愚蠢的娘。如果婶婶再提议让你嫁人，你就让她把300两银子还给我，让她把绫罗绸缎还给我。大哥不希望回家后发现你定亲了。对了，青州有一种花名红莲，如你一般清丽脱俗，温柔美丽。第6封信，婶婶，请照顾好林一，完毕。第7封信，二叔，我在外边很好，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抵达青州边界，在云州会发生什么事儿，暂时未知。不用担心，男人嘛，总是要经历一番波折的。你和我爹不就是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吗？我最近在冲击炼神境，希望我回京时，二叔你也顺利晋升炼神境了。届时我许家一门双神，听着便很气派。还有，我忽然想起你大字儿不识几个，该不会没给辞旧写信吧？我一直以为你这个当爹的心里自然记挂儿子，便没有给他写信告诉他我们搬家了罢了。反正都半个月过去了，辞旧现在应该知道家搬到哪儿了。希望是我多虑喽。写完信，许七安把信纸折好，连带着红莲的花瓣逐一装进了信封。大凤地理志记载，云州纵横6万里，物产丰富，农桑、瓷器、草药等等。武宗皇帝揭竿而起之前，云州的富庶程度在大凤各州可以排进前5。官道迢迢，蜿蜒着通往天边，两边是黑土田地，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阳光刚升起没多久，空气中残留着昨夜的低温。100多人的队伍缓缓在官道前行，马蹄哒哒声里夹杂着车轮林林。元景初年，云州总人口达500万之数，而后皇册每10年编造一次，人口逐步锐减。元景30年，云州人口350多万。现在是元景36年，再有4年就是重造皇册之年。
不知道这云州还剩多少人口。张巡抚掀开帘子，感慨着说道：“30年里，人口骤减150万，非常的恐怖。而真实缩减人口只会比这更多，因为云州土地肥沃，不闹天灾的情况下是不用考虑饥荒问题。也就是说，30年里正常繁衍生息，人口是可以稳步增长的。从500万到350万。”可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实际缩减人口至少再翻1倍。许七安嘴里飙出了一声国骂：“什么破鬼地方啊！”张巡抚看了他一眼：“这损失的人口，一半是因为赋税太重，弃田当了流民，或进城另谋生路，或落草为寇。这些人都是不记在黄册里的。再就是匪患严重，烧杀劫掠，雪上加霜。有时候山寨土匪为了补充劳力，会主动下山劫掠百姓。山匪当然也不在黄册之内。”许七安目光无声地眺望远方，耳边听着张巡抚的话，心里则在分析。元景初年还有500万人，元景10年的时候，人口还是缩减，到元景30年没了150万人，真实人数还要更多。云州是在这20多年里急转而下，差不多就是元景帝修道的开始。因为大凤皇帝痴迷修道，因此让巫神教感觉到了有可乘之机。巫神教图谋20多年，绝对不会小打小闹。大凤和巫神教统帅的诸国必定要有一战。想着想着，他头一歪，差点睡过去。你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张巡抚审视着他，皱眉。怎么了？巡抚大人记得许七安这一路来安分守己，没有流连教坊司，理当不至于这般亏空疲惫。许七安扭着头朝巡抚大人苦笑：“没怎么了，就是成了时间管理大师而已。”这是他不眠的第8天，大脑突突的疼痛，血管仿佛要爆开。今早吃饭时甚至出现了轻微幻觉，以为许灵音在抢他的肉包子。眼球布满血丝，眼圈是黑青色的，这让许七安想起了自己生活在996福报社会里，偶尔还要体验一把007，也是这般的凄惨模样。还有2天，熬过这2天，我应该就能晋升炼神境了吧？不能让自己睡过去，否则功亏一篑。哎呀，我总感觉心脏跳得好难受啊！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摘下水囊浇在了头上，借此刺激身体，振作精神。第226集杀敌。一列300人的商队在官道跋涉，一辆辆平板马车拉着货物，防水布底下盖着的是云州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胭脂水粉，再就是一些云州的特产，比如蛇咸燕、黄金石等。商队的东家是一位满脸横肉的汉子，叫赵龙，早年也是云州江湖赫赫有名的豪杰，黑白2道通吃。过腻了刀口舔血的日子，靠着早年闯下来的名头以及人脉关系，做了商队生意。他总能打点好沿途的山寨，4平8稳地离开云州，将货物散到各地，赚得盆满钵满。时间久了，很多商人都愿意花重金加入赵龙的商队，求个平安。赵龙的商队发展至今，演变成了半商半镖。杨英英就是躲在这棵大树下乘凉的一份子，不过她是以散人身份离开云州，花了20两银子请求商队庇佑。毕竟她这样的弱女子根本不可能独立离开云州。
指不定哪天就在官道上被拦路土匪劫走，当了压寨夫人。以她的姿色，当个压寨夫人绰绰有余。杨莺莺本是云州教坊司里的女子，年轻时也是位花魁，后来有幸遇到了良人，为她赎了身，便被养在院子里，成了外室。而今年过30，姿容不减，反而是身段愈发的丰腴，更增添了成熟妇人的魅力。她有一双明亮的杏眼，望着人时眼波盈盈。骑在马背上的杨莺莺察觉到周围镖师们火辣的目光，忍不住紧了紧斗篷，把脑袋埋得更低。他的手乍一看是护着丰满的胸脯，避免被某些汉子的目光亵渎，其实呢，他护的是怀里的一个物件。正是这个物件迫使他离开云州。一位镖师垂涎欲滴地看着杨莺莺的背影，骑在马背上，罗裙贴着身体，那紧绷的臀部轮廓可真诱人呢。身体强壮的镖师一加马腹追上杨莺莺，咧嘴笑道：美人儿，晚上陪大爷耍耍，大爷这次出行挣的银子都归你，10两银子呢。杨莺莺置若罔闻，不回应也不拒绝，全当没他这个人。镖师又说了几句，见美人不理，骂咧咧地走了。与他相熟的几个镖师哄笑起来，一阵奚落，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失望。这女人油盐不进，他们也一样没机会。几个手头有着人命的镖师眼里闪过狠辣，这样独自出行的水灵妇人，要不是碰到了赵老大，早就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商队前头的赵龙抬手做了个手势，镖师们立即抽出兵器，如临大敌，但刀只出鞘一半。这是走镖不成文的规矩，大家混江湖求的是财，除非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否则不会死磕。更何况赵老大在黑道向来有几分薄面，否则也不会吃这碗饭。小道两旁密林中哗啦啦跳出70-80号人，刀矛鲜亮，岔路上更杀出20余骑，皆是人强马壮。赵龙有些纳闷，这条路他每年都要走好几遍，哪条路段需要打点，哪个山头需要孝敬，他一清二楚啊。这片林子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群捡净悍匪？赵龙压了压手，示意手下的镖师稍安勿躁，策马往前走了一小段，朗声说道：在下赵龙，朋友们之前是混哪条道的？靠得近了，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这群悍匪腰间挂着军弩，手里握着制式长刀，这些都是军中装备啊。赵龙听说过某些大寨子不缺军需，军刀军弩甚至火铳一应俱全，但那都是顶级的土匪大寨，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明艳，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被女子掏空身子的病夫。宋霆锋与许七安齐头并进，趁机打趣嘲讽。许七安看了他一眼，我有个朋友问我有没有司天剑壮阳补肾的药丸。宋霆锋笑容一僵，我那个朋友就是朱广孝。广孝啊，你都有未婚妻的人了，何苦那么拼命啊？宋霆锋把锅甩给了朱广孝。朱广孝闷不吭声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呢又觉得不甘心，反驳：我是怜香惜玉的，你吃相太难看，每天早上陪你睡觉的姑娘都下不来床，你自己不知道节制，亏空了身子。武夫体魄强悍，精力旺盛，可就算是牛魔王，天天从晚更到早，日子长了也会气血亏空的。我这是厉害。宋霆锋不服气，骄傲地笑道：只有教坊司的姑娘能尽情地配合我，尽管他们也疲于招架。霆锋啊！宋霆锋听见许七安喊他，转头看过去。干嘛？不是你厉害，而是人家能容忍你的渺小。你滚！
嬉笑怒骂之间，带队的江律中沉声道：“前方有血腥味，全员准备。”呛的一声，刀刃出鞘的声音整齐划一。虎贲卫打更人同时抽出了佩刀，并摘下了军弩。突进，驾！江律中一家马腹冲了出去，巡抚队伍瞬间进入行军状态，速度极快且有条不紊。行军10分钟，前方出现密林，风带来了浓郁的血腥味儿。当进入密林的刹那，利箭从两侧射来，袭击狂奔中的打更人和虎贲卫。江律中抬起手往下一按，箭雨撞在看不见的砌墙上，无力坠落。他挥了挥手：“虎贲军，入林杀敌！”说话的时候，江律中看向前方，官道上横尸数百具尸体，鲜血染了一地，马匹难逃毒手。这支商队运送的货物散落了一地。他立刻分析出情况，因为自己提前嗅到了血腥味儿，命令队伍奔袭。这群简净土匪听到马蹄声时已经来不及撤退，于是在林子里埋伏。密林中传来激烈的战斗声。虎贲卫是京城5卫之一，虽不如禁军那般骁勇善战，但远胜地方军队。双方人数相差不大，箭矢和刀锋交错，打得有来有往。江律中愣了愣，有些意外，扭头看向许七安：“宁琰，杀过人没？”“杀过一个，重伤一个。”许七安望着横尸一地的商队，随口汇报战绩。江律中嗤笑了一声：“毛没长齐的小子。”打更人们轰然大笑。除了许七安这个加入打更人2个月不到的菜鸟，其他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者，杀人都不眨眼的。江律中指着林子：“去，练练手，最少杀10个。”许七安收回目光，缓缓吐了一口气：“好。”第227集，事情有些不对。双脚一踩马蹬，这匹从青州军营里调来的战马哀鸣着四蹄跪地，许七安宛如一只大鸟飞进了密林。黑金长刀一闪，便带走一颗人头，断颈喷出血泉。不要看，不要看！许七安脑子里回想着凄惨死去的商队，心便硬了起来，手起刀落，手起刀落，带走一个个山匪的性命。以他半只脚踏入炼神境的修为，砍杀这群悍匪就像砍瓜切菜。再有黑金长刀削铁如泥的锋利，无人能挡他一回合。痴痴的一道炽热的刀芒从身后斩来，沿途的枝叶无声滑落，切口平齐。许七安强大的精神力让他提前察觉到了袭击，拧腰旋身，黑色长刀破碎刀芒，他看见了一位持大钢刀的汉子。他一刀砍飞拦路的虎贲卫，狞笑着朝许七安奔来。同时2名精瘦的汉子握着制式军刀，从左右两侧夹击许七安。顿时许七安陷入左右为难，满身大汗的危险境地。官道上呢，始终眯着眼观战的江律中见状，嘿的一声笑起来。那3个土匪身手不错，一个炼气巅峰，2个气机稍弱，但也不是初入炼气境的弱手。闻言呢，一位银罗出声：“要不帮帮他？”打更人们一起看向江律中，等待他下令。在他们看来，修为仅是炼气境的许七安不可能挡住3位同境界的高手围攻，况且呢，他还稚嫩得很，杀人不多，缺乏实战经验。在战场上，实战经验有时候比修为更重要。朱广孝和宋霆锋知道许七安在冲击炼神境，然而这并不是好事儿，因为他正处于疲惫状态，影响战力。江律中悄悄并指如剑，凝视着深陷重围的许七安，随时准备出手救援。
再等等。3个炼气井，石刚刀的汉子气息强盛，是炼气巅峰，另外2个则差了许多。云州的山匪素质这么高，随随便便就碰到3名炼气井。许七安握着刀，脸色冷静，他主动迎了上去，挥刀斩向石刚刀的汉子。与此同时，脑海内观想金色雄狮咆哮图。他嗷的一声，喉咙里迸发出沉雄的咆哮，震得山林摇晃，震得厮杀的双方短暂的凝滞。石刚刀的汉子耳边仿佛焦雷炸开，瞳孔短暂的涣散，思维陷入凝滞。就那么0点几秒的凝滞，决定了他的生死。噗的一声，黑金长刀锋利的光芒中，石刚刀的汉子被活生生的剖成了2半，破碎的脏器混杂着鲜血流淌一地。许七安斩杀1人后，乘胜追击，没有半点凝滞回身，再次于脑海里观想巨人图，刹那间他仿佛变成了战天斗地的战神，气息暴涨。噗的一声，其中1位精瘦汉子挥刀格挡，被轻易断刃，黑金长刀划开了他的胸口。另一个精瘦汉子见势不妙，转身欲逃，被虎贲卫的密集攒射给拦住了。许七安追上，再次观想金狮咆哮，震荡对方精神，一刀斩杀。整个过程也就短短的10几息。观战的大更人里爆发出了惊叹声。一位银罗惊道：他的气机之浑厚，完全超出了寻常的炼气巅峰，即使是我也只敢说比他略强而已。我们该关注的问题是，他哪来的佛门观想法？那是狮子吼。一位银罗补充：还有一个问题，他似乎是2种观想一同修行，而且都已达到登堂入室，这已经可以冲击炼神境了。他加入大更人才2个月而已啊！说着说着，银罗们沉默了下来，脸色复杂。铜锣们的反应更加夸张，瞠目结舌地看着许七安的身影，脑海里回荡着方才干脆利索斩杀3名炼气境的画面。同是炼气境，不同的人战力是不一样的。大更人衙门的炼气境普遍要比寻常武夫强大，但还没到那么夸张的地步。许七安能在短时间内斩杀3名江湖武夫，而自身不伤分毫，这意味着在场铜锣与他单挑，没人能走过10招。这里面已经算进了法器铜锣发挥的作用。平时大家嘻嘻哈哈，平起平坐的相处，现在才知道原来你能打我们10个。江律中更是知道，许七安的绝学是天地一刀斩，并未使用。清理完这群土匪，虎贲卫在密林里带出来一群被五花大绑的普通人，总共25人。问询之后，得出他们商人的身份。其中一位女子尤为出彩，不是少女那种纤细窈窕，而是如水蜜桃般丰腴诱人，只有花丛老手才能明白这种肉感女子的美妙。获救的商人千恩万谢，不断跪下磕头。张巡抚和颜悦色地安抚着他们，并亮出身份，保证会送他们回云州中心白帝城。把这些尸体都埋了吧，然后整理货物，一起带上。张巡抚说道。江律中点点头，吩咐虎贲卫干活。等一等。勘察现场的许七安回来，喊停了虎贲卫。张巡抚和江律中投来问询的眼神，许七安走到2人身边，皱眉：事情有些不对。江律中环顾四周，凝神感应了片刻。周遭没有埋伏，这只是一起简单的土匪拦路抢劫事件，类似的事情在云州每天都有上演。许七安摇头：
不是埋伏，我检查了现场，发现死的大多都是镖师，这些行商和普通人反而安然无恙，货物也保持完好。劫匪甚至没有撕毁防水的油布，清点战利品。两位大人不觉得奇怪吗？土匪捡净，却任由价值高昂的货物散落一地，置之不理。也许是没有时间收拾。那为何会有时间绑人呢？如果我是劫匪，那我肯定求财，这一车车的货物才是我的目标。我会连那些普通人一起杀了，何必多此一举绑着他们？除非……江律中和张巡抚相视一眼，前者皱着眉头，除非他们的目标不是货物，而是人。许七安点点头，扫过死里逃生仍心有余悸的众人，问一问便知。他招手唤来一位中年行商，问道：“你是什么人？”小人是白帝城地界的绸缎商人，带着2000笔绸缎到青州做生意，因为路途遥远，害怕遭了土匪，就随赵爷的商队一起去青州。就是赵龙，此人颇有本事，黑白2道通吃，他的商队往日里是很安全的。小人与他合作过多次，谁想今天，终日打雁，终于被雁啄瞎了眼。这赵龙也算个人物，且讲信用，可惜了呀。许七安顿时望向横尸的商队，那位赵爷就在里头，挨个的问过去，发现都是商人，且是结伴，最后只剩那个丰腴的妇人。她看起来30出头，在许七安那个年代，甚至还是个轻熟女。你呢？许七安审视着她，你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去青州是为什么？杨莺莺有些迟疑，垂手而立，柔声说道：前些年明父的丈夫去青州谋生，前阵子寄信回来，说在青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本想亲自回来接明父去青州定居，但因为生意所累，脱不开身，便让明父随信得过的商队一起去青州。明父打听了许久，都说赵爷的商队是顶好的，又安全又守信。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乍一看毫无破绽。第228集魏王人。表情很镇定嘛，可作为一个普通的民妇，见识到鲜血淋漓的一幕，不应该是脸色惨白，逢人就嘤吗？而且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看着地面，就像是在背台词，这是不自信的表现。本官问你几个问题。杨莺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低下，柔弱的语气说道：大人请问，你丈夫叫什么名字？杨莺莺思索着。你家住在何处？无人回答。你丈夫有何容貌特征？没有声音。你丈夫身高几尺？依然没有回答。你丈夫在信中写了什么？请你复述几句。你丈夫做什么营生？杨莺莺呆立在那儿，又茫然又无助，沉默了许久，她才恢复过来，细声细气地说道：明父的丈夫叫……好了，你别说了。许七安招呼胡本伟搜他的身。杨莺莺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这位大人的所作所为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啊！他惊恐地后退一步，双臂环抱胸口，咬着唇，羞愤欲绝的表情。想得太久了。许七安笑眯眯地审视着美貌妇人。如果一个妻子连丈夫的名字、特征都需要想很久才能说出来，那么别人又怎么会相信呢？谎言不是随便编造几句就能让人信服的。你若不想被搜身，就老实交代，那些山匪为什么要阻截你？给完大棒，见女子脸色渐渐苍白，许七安又安抚：我家大人是朝廷来的巡抚，这云州没有哪个官比他更大了，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出来。杨莺莺看向了张巡抚，
后者颔首：“本官奉皇命巡查云州，你区区一个民妇，不值得本官欺骗。”杨莹莹低着头，权衡再三，意识到自己没有选择，忽然银牙一咬，跪倒在地：“民妇杨莹莹，此番去青州是为了避祸，同时找青州布政使杨大人为我丈夫主持公道，报仇雪恨。”张巡抚没有立刻说话，沉吟了片刻：“你夫君是何人？何事又寻杨大人主持公道？”“民妇夫君是周民。”“什么？”张巡抚失声。许七安和江律中豁然扭头盯着杨莹莹。周民，那位死在云州的打更人案子，就是他揭发云州都指挥使杨传南勾结山匪，输送军资，谋取利益，养寇自重。密信传回京城不久，他便无声无息地死去。周民的未亡人。听到这话的许清安第一反应是他说谎。除了吏员之外，大奉各地的官员，上至益州布政使，下至一县之尊，都是外地人。身为都指挥使司经历司的一名经历的周民当然不会例外，而且经历是他表面的官职，背地里的身份是打更人案子。委员会让一位案子把妻儿带在身边吗？那不是分分钟变二五仔吗？周民，张巡抚皱着眉头，他有何冤屈啊？一副周民是谁本官不知道的姿态。杨莹莹哀声说道：“我家夫君原是元州都指挥使司的一名经理。”张巡抚吃了一惊，态度豁然转变，弯腰扶起下跪的杨莹莹。原来是周经理的夫人。周经理出了何事？夫人又为何要舍近求远，到青州去告状？青州和云州是同等级的州，那杨布政使未必会接手这个案子。本官是云州巡抚，云州三司都要听令于我。夫人有何冤情，但说无妨。原来不仅女人是天生戏子，当官的演技也是数一数二啊。许清安沉默旁观，看老张一个人表演。杨莹莹踌躇片刻，凝视着张巡抚：“大人，您夫能看一看您的任命文书吗？或者官印也可以。”这话一出，张巡抚和打更人们齐齐皱眉。铜锣银锣们不由得按住了刀柄，审视着杨莹莹。这可不是一个普通民妇能说出的话，即使她是经历夫人。她很懂行情啊。许清安也握住了刀柄，严肃地盯着杨莹莹。这个女人身上毫无半点气机波动，目测体脂的覆盖率也不像是练武的，可也只能排除对方是武者，其他体系花里胡哨的，手段太多了，不能掉以轻心。张巡抚不动声色地后退2步：“有劳江金罗取本官的文书和官印。”哼，怂货！江律中斜了他一眼，取来文书和官印。张巡抚不接，自动忽略了江律中的示意，看向杨莹莹：“本官念你是经历夫人，容许你一官。”江律中只好上前释出文书和官印。杨莹莹仔细看了许久，其实她也是第一次看任命文书，目光搜索到云州巡抚2个词儿，然后看到红艳艳的印章后，她再无疑虑。到现在为止，对方愿意与她一个弱女子掰扯这么久，其实也是一种诚意和做派。杨莹莹复又跪地磕头：“民妇杨莹莹，
本是云州九峰寺的女子，数年前与周大人相识相爱，有了奸计，一直伺候在周大人的身边。大家默契地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哼，原来是海鲜商人啊，难怪比寻常妇人要有见识，还知道看文书和官印。许七安恍然大悟，在这个时代，海鲜商人是女子中的高学历、高文化群体，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杨莹莹简单地说了几句与周民的过往，坦然地说出自己是养在外面的女人，周民每隔一段时间才会与她相会一次。前段时间，周大人忽然来找民妇，把遗物交给了我。他说自己近期可能会有危险，如果真的遭遇了不测，就让我马上躲起来，然后想办法离开云州，将此物交给青州布政使杨大人。没过多久，民妇便收到了周大人逝世的消息。杨莹莹眼泪啪嗒啪嗒滚落，泣不成声。民妇又悲伤又害怕，不敢继续再住下去，便在一位姐妹家藏了起来，托她打探消息。藏了一阵子后，民妇那姐妹告诉我，赵爷的商队近期要去一趟青州，我便向他借了20两银子，买了匹马，随着商队离开了云州。在之后的事情，众人就知道了。许七安冷眼旁观，端详着杨莹莹的微表情。这一回他说话时，眼神不偏不倚，声音哀切，充满感情，看不出作假的成分。于是他又从杨莹莹的话里寻找蛛丝马迹。周民至死没有暴露他打更人案子的身份，哪怕对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管鲍之交，这说明周民是个合格的案子。他要是轻易告知身份，反而很可疑。至于为什么是去青州找紫阳居士，而不是其他相邻的州，许七安的判断是，周民谁都不信，只信这位白鹿书院的大儒。首先，相比起普通读书人，白鹿书院的大儒因为修行体系的缘故，人品更值得信任。毕竟烂人是走不了儒家体系的。其次，白鹿书院和国子监出身的读书人们有道统之争，秉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找紫阳居士是正确的选择。张巡抚皱着眉，你是怀疑周民是被杀害的？杨莹莹用力点头。这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求大人为我夫君做主。张巡抚呢沉吟了片刻。好，本官答应你。你把周经理最后留给你的东西拿出来吧。杨莹莹立刻磕头。谢大人。许七安不由得另眼相看，老张的这份心机是可以的，不愧是官场老油条，跟着魏渊做事的心都挺脏。杨莹莹直起身，手探入怀里，摸出半块玉佩，双手奉上。这便是周大人当晚交给民妇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玉佩上。第229集，愚蠢的林安也是有用处的。那是一块半圆玉佩，通体呈剔透的绿色。它本该是一块圆形玉，中间被利器斩断，一分为二。江律中接过玉佩，交给张巡抚，后者握在指尖摩挲，沉吟不语。这看起来是个信物。江律中低声说道。他说完看向许七安，征询他的意见。张巡抚也看过来。看我做什么呀？老子会查案，但不是占卜师啊。你们两个丝毫不掩饰把我当工具人的想法是吧？许七安沉吟了一会儿，先去云州吧，瞎猜有什么用啊？张巡抚边收好玉佩边吩咐众将士，继续前行，
去往云州。就地挖坑掩埋尸体，将幸存下来的行商和货物一起带上，队伍继续启程，顺着官道向云州进发。阳光高照，暖意融融。在这个难得的上午，怀庆练剑结束，正要喊宫女去准备热水，扭头一看，2名宫女坐在凉亭里下棋。怀庆皱了皱眉，倒不是不满宫女下棋，而是他们根本不懂棋啊。他没有出声，沉默地走进凉亭，旁观2名宫女下棋。清秀的小宫女们浑然忘我，投入到棋局里的厮杀，没有注意到主子的靠近。他们下棋毫无章法，不懂布局，不懂争夺优势位置，且下子如飞，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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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不要思考。怀庆的眉头越皱越深，这种儿戏般的下法对他这个大国手来说非常难受，但看了片刻，他看懂了。这种棋很简单，就是比谁先排成5个子儿，或纵或横或斜，通通无所谓，谁先5星连珠便是赢家。他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棋？2名宫女吓得一激灵，急慌慌地起身，细声细气地回答：是五子棋。五子棋，这是什么东西？学富五车的怀庆愣了愣。另一位宫女解释：是临安公主那传出去的，眼下已经在宫里传开了，大家都在玩呢。他这个大家指的是宫里的太监和宫女们。听说就连陈贵妃都说有意思呢。另一个宫女说道：临安，她只是个蠢丫头。怀庆点了点头。本宫要沐浴，午膳让厨子不用准备了。元景帝今天上午要摆家宴，皇子皇女们得到乾清宫用膳。沐浴结束，怀庆公主离开院子，前往乾清宫。她在富丽堂皇的雅厅里见到了兄弟姐妹们。在没有她的场所，喜欢穿红裙、佩戴华美繁杂首饰的临安就是话题中心。今天有些格外不同，皇兄皇妹们仅是与怀庆颔首招呼，便继续着刚才的话题。临安开创了一个流派，五子棋规则通俗易懂，玩起来更加有趣味。连我宫里的当差们，他们都能轻易上手，玩得津津有味。咱们临安公主的大名也将广为流传呢。脸蛋圆润、桃花眼妩媚的表表很享受兄弟妹妹们的吹捧，嘴角勾起甜甜的笑容，便又自作矜持地谦虚了几句，像一只想炫耀又强忍着的骄傲小母鸡。见到怀庆进来，他微微扬起雪白的下颌，摆出骄傲姿态：快气度我，快气度我。表表心里碎碎念，用余光瞥怀庆，但高冷的怀庆只是坐着喝了几口茶，并没有理睬愚蠢的妹妹。哼，怀庆果然是嫉妒我的。表表在心里安慰了自己一句。怀庆公主是个不合群的皇女，这不仅仅是她骄傲，更是因为她的想法让皇子皇女们无从揣度。公主们讨论的话题是好看的衣衫和胭脂水粉，她感兴趣的却是四书五经。皇子们讨论时政和大局，她就会说如何解决水患，如何整治吏员。皇子们就会很难受，这他妈谁知道啊？我们讨论的是大局观，是宏观问题，你这不是抬杠吗？临近午时，元景帝宫里的太监过来请几位皇子公主过去。表表屁颠颠的跟在太子哥哥身后，裙摆飞扬。忽听身后传来怀庆的声音：临安。表表嘿的一下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骄傲地说道：干嘛？等其他皇子走远，怀庆淡淡说：五子棋是谁教你的？我自创的。临安其实很纠结，因为这是许庆安教他的，他不应该昧着良心据为己有。
但哥哥们说话太好听了，他有些欲罢不能。他心想，等过阵子我再说是许宁燕教我的。待会儿父皇问起，你最好也这么说。怀庆呢，朝外走去，清冷悦耳的声音里夹杂着告诫：父皇不喜欢那家伙，说话之间要懂得动脑子。说完，怀庆呢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有的话。为什么？为什么3个字被表表硬生生地吞下。他像个张牙舞爪的小狮子，一边追上怀庆，一边怒道：你才没脑子，你才没脑子呢！我比你聪明，我比你漂亮。你看，许宁燕都心甘情愿为我做牛做马，她都不要你的。怀庆猛地顿住脚步，严厉地斜了一眼。表表像只矫健的猫，噌的一个后跳，又觉得自己太怂了，桃花眸子倔强的回瞪。怀庆公主扬起了巴掌：太子哥哥，怀庆他要打我！表表嗷的一声惊叫着逃走了。宴席上，元景帝果然问起此事。怀庆怎么知道父皇要问？林安心里大惊，下意识地看了眼讨厌的怀庆，他清丽的容颜没有表情，自顾自地吃菜。表表眼睛咕噜噜一转，笑嘻嘻地撒娇：因为林安是父皇的女儿啊，父皇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元景帝开怀大笑。父皇果然一直在关注宫中情况，就像他默默服侍朝堂。怀庆面无改色地吃饭，他没有在宫里培养自己的亲信，从不积极打探皇宫消息，就连最近流传起来的伍子棋他也不知道。不是怀庆不知道，而是他不想知道。怀庆公主不得不承认，林安这个妹妹虽然是愚蠢至极，但就算是废柴也是有作用的，全看你怎么使用它。至少在讨父皇欢心这一点，皇宫里没人能胜过林安，这里边包括那些不受宠或曾经受宠过的妃子。230集太他妈奢侈了。穿过2个州3个县，巡抚队伍终于抵达了云州主城白帝城。白帝城的名字由来有一个历史典故，那是前朝的事情了，距今大概1300多年前，云州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颗粒无收，生活没了着落。这一年呢，有一奇兽自海外而来，其身4路，覆满雪白鳞片，头生一对犄角，马蹄蛇尾，它所过之处乌云密布，暴雨不绝。此兽在云州辗转越余，充盈了云州各处水库，滋润了干涸的河流湖泊，解决了云州的旱灾。朝廷认为它是瑞兽，封它为白帝。许七安望着白帝城巍峨的轮廓，笑着反问：那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挑起帘子望着远处白帝城，说起这段典故的张巡抚点了点头：应该是真的，不然史书上不会记载。大旱大涝是常有的事儿，史官不会为此编造历史。只不过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瑞兽白帝。人家明显是海外妖兽啊，甚至是海兽，说不定来九州只是旅游呢，见云州大旱心里不喜，便出手改变环境。许七安呢，一边科学角度分析，一边说道：大人高见。说完，他继续眺望城墙，心里浮现一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里江陵一日还，太他妈奢侈了呀！换成是我，那定是今日明日后日1月31日，这才舍得还呢。
许七安心说，他不由想起以前看过的旅游广告，怂恿高级白领在周五下班后直飞泰国，风流潇洒一天，周日回国，人人都做现代李太白。白帝城的守门士卒拦住了众人，在看过朝廷下达的文书后，恭敬放行。入城后，许七安左顾右盼，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见许多悬刀佩剑的路人。大奉对兵器的管制非常严格，上至州府，下至郡县，在城内一律不得佩刀行走，除非是特殊职业，比如镖师。但就算是镖师，也只有在出任务时才能配备武器。许七安心里嘀咕，这算是云州特色吗？这时张巡抚又掀起窗帘，对许七安说道：宁燕，你让人送这些行商回家，货物先不要还，让行商取了账册，明日来驿站核对，领回货物。许七安心里一动，那赵龙的货物自然是给人家送回去，那赵龙和镖师全部遇害，镖师的家人肯定是要抚恤的，而今赵龙已死，把货物送回也算弥补人家损失了。许七安竖起了大拇指，大人真是一条好扇呐。张巡抚闻言皱眉，何出此言？没什么没什么。许七安扭头去找宋廷锋，将事情告知，吩咐他去做。不是凭什么让我去跑腿去？宋廷锋不服气啊，好像我是你下属似的，咱们明明是平级啊。薛府大人，宋廷锋推诿耍赖，扣他银子。宋廷锋忙说：我去。转头就去找朱广孝，把事情告知，吩咐他去做。朱广孝郁闷：宁燕不是让你做吗？许宁燕，朱广孝推诿耍赖。朱广孝闷不吭声地调转马头，喊上几名虎贲卫办事儿去了。两个贱人凑在一起，感慨道：广孝真是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呐。是啊，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公务。都指挥使司杨川南今年40出头，是个气态中正平和的读书人。他还有个身份，五品武者。杨川南出生武将世家，天资聪颖。他喜欢习武，甚至读书。元景12年中进士，因家学渊源，熟读兵书，在兵部谋了份差事。元景16年被委派到云州，因剿匪有功，一步步升到了都指挥使位置，成为云州最有权势的3人之一。坐堂处理公务的杨川南忽然抬起头，几秒后脚步声传来，一位身披青甲的女子大步走来，沿途不见丽媛阻拦。她身段高挑，腰悬佩剑，背着一杆银枪，有一张尖翘的瓜子脸，明明五官精致美丽，但不见女子柔弱，反而英气勃勃。此外，她扎着高高的长马尾，露出光洁漂亮的额头。巡抚进城了。他进门第一句话直指问题核心，干脆利索。杨川南表情顿了顿，微微颔首。知道了。这还千刀的元景帝成人修仙，人间帝王还想长生，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一张嘴开出了天花。这不瞎子拉琴他奶奶的胡说八道呢吗？杨川南皱了皱眉，李妙珍冷笑一声：我又不是吃皇粮的。他把银枪靠在墙边，在会客位置的茶几上盘腿而坐，佩剑摘下来横在膝盖。巡抚在的话，你得交出兵权，这是大奉的规矩，你打算怎么办？既然是规矩，当然只能照办。李妙珍点点头。我会帮你的。杨川南看了他一眼，无奈摇头。江湖上这么多人愿意为你效命，不冤枉。飞燕女侠，本官承你这个人情，不过注意分寸。随行的队伍里有金罗、堂堂4品，
出走江湖便是一位枭雄。李妙珍不以为意，怕什么？不到3品就敌不过人海战术。云州的饭菜有些麻，偏辣，还喜欢放香料。哼，我不喜欢这里的菜肴，经常吃辣，不会得痔疮吗？驿站里，许七安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边心里吐槽。大堂里聚满了打更人和虎贲卫，一张桌子坐8个人，勉强够容纳得下。白帝城有4座驿站，这座是最大的，有一个大院，2座紧邻的3层楼房，1名驿丞，7名驿卒。为了安全起见，杨莺莺也得在驿站住下。她独自做了一桌，文静地低头吃饭。少妇的身段丰腴且诱人，坐着时衣裙紧贴着臀，勾勒出丰满的曲线。许七安发现宋霆锋盯着人家屁股看，便在桌底下踢了他一脚。哎，瞧什么呢？骂完他自己也看了几眼。看看又怎么了？别人都在看。宋霆锋小声说道。男人就是这样，看到漂亮的女人总会不自觉地多打量几眼，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除非媳妇儿就在身旁，才能凭借大毅力忍住。宋霆锋嘀咕，不看了不看了，省得难受。刚才张巡抚已经下了命令，云州期间不得去教坊司，不得离开驿站，除非有任务。许七安抬起手用力地握了一下。宋霆锋茫然，干嘛？这叫不灭之握，你私底下可以学习一下。吃完饭，张巡抚在房间里请来许七安和江律中议事。御史出身的巡抚大人望着2位经验丰富的金罗，云州因为匪患的缘故，所以取消了禁刀令，因此相比起白日，晚上反而更安全，因为宵禁特别严格，江金罗需要一刻不离地保护本官。查案的事儿暂时就给宁燕了，驿站内的打更人和虎贲卫你可以随意调遣。哼，得，真成工具人了呗。许七安瞅着张巡抚不说话，巡抚大人解释，最初几天本官少不得有多方应酬，我也需要摸一摸云州官场的底儿。好吧。许七安接受了这个理由，明白了，卑职竭尽全力便是。张巡抚满意的点头。你打算怎么着手案子？先去府衙要周民的死后遗物，再去他家里看看。张巡抚皱着眉，不用挖坟验尸？就等大人这么问了。人死了半月有余，腐烂的皮肤骨胀，一戳就破，腥臭的尸水可以喝到饱。刚吃饱饭的江律中脸色一黑，张巡抚则干呕了起来。那卑职就告退了。许七安溜走了。